辛苦了。OK，好，今天的日期是2025年5月21号。第一场。Edward 来到线上，我们直接邀请 Edward 来为大家开讲。Edward，麻烦你喽。好啊，我们的 quiz 准备好了吗？来哦。我开那个 Where's my quiz？ 对，我的 quiz 跑去哪里了？哎呀，哎呀，哎呀，找到了，可以了，大家可以 join 那个 code。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扫描，对不对对，太久没玩这个了。？OK，所以这个画面要把它找到吗？看看，因为我这边有可以。九我先 三五八 copy 那个 三六，link，copy 这个 link 放在那个 chat 在哪里？在这边。对，我也放在那个 Incall Messages chat 那边也有，好哦，你可以点那一个也行。也行。来了第三位，这是 Part One 第一场。哦，哦，你是说有3场是吗？三场如果3场内同一个人他赢了一场1场2，那么他会怎么去分配呢？还是第二名会取代第一名的进入决我们赛圈呢？我们以那个总 total 的一个那个提速的部分去看好了。就是3场里面的排名前3位或前5位嗯哼，进入决赛，前三位、还是前5位。你的是怎么好，我样们我们去？就我们先那个就是边走，我们来先边做调整。原则上，我们就是你好，以前你好，你好。面的前3名为主。好，可以，可嗯，以，可以这么说，可以。每一场可能大家的名次不太一样嘛，对不对？对呀，对所以呀，对呀，所以就是会有前说后的。你的那个规则要怎么去决定？有3场嘛，就是第一场的前2位，第二场的前2位，或者第3场的前2位，总共6位进去决赛圈呢，还是3场的排名全部加起来的前3名？如果是同一个人，就是他就会下顺到的的另外一个顺位的排名进入决赛圈也行。我们先实际 run 了之后，再做决定好了，诶，好对不对？呀，好吧。现在我们有1、2、3、4、5位，对吗？5位，还有吗？没有了。那就 OK 咯，5位。OK 了，我们就开始嗯，了。好。可以来，行，走第一题，这个 slogan Many Lands，这个世界重庆大轮是在哪一年举办的呢？这一个我们的快节目的那个 slogan 之后的那个 slogan 标语。嗯，答案是1991年在韩国，韩国第一次主办的世界大轮，不是2023年，是1991年的那一场。它的那个标语是 Many Lands One World，就是提倡一个多元呐、嗯哼。然后它的那个 campsite 是在北端，差不多300公里就会进入北韩的地带，太靠近了。它的那很近，个非常近。这么靠近那个北韩和南韩的边界，就是南韩的北是部的是那个叫什高山。么什么北对，岳山是吗？叫什么叫什么？对，那个叫什么山？我忘记它的那个，它的英文叫做 Sora Mountain Sora。呀，它的华语中文名你们要去查查看。不过它的那个范围，这个大陆的范围很靠近这个北韩的那个边界啦，就是200到300个公里范围内。
很 surprise，他会在这么靠近北韩的那个范围来做一个大露营的一个，那个是天然的森林啦，还是天然的一个 jungle 的一个 setting 的一个 campsite，compare to 这个的 man-made land 的一个2023年大家的遭遇，真的是那个北边的是蛮不错的一个场地，除了太靠近了北韩之外。OK，好，它名字叫好，做雪岳山啊。哦，这个雪夜山，OK，他就又学习到一个新的词，Mountain Solar。而且这次2023年的大露营，他们也有邀请的那些曾经参加1991年的那场的世界大露营，在 Mountain Solar 的那些leader 们，是或者是小孩们，现在也长大了嘛，说重游那个那个 campsite。他们有一个4天3夜的一个旅行团呐、就是他们会去来韩国，然后去这个当年的那个盛况的那个世界大陆的那个场地，然后他们也会来2023年的这个开幕典礼，那当年他们也在场，也是他们有幸参加1991年加上2023年的。只是参加的开幕仪式，他们没有参加这个大陆，他们是参加的开幕仪式。然后就其他的周边的一些理由啦，就这样。Hopefully in the future, Korea Jamboree will be a third time, maybe third time that we will be invited to go back as a visitor. Anyway, okay, next. 谁不是没有被委任 as 总秘书 Secretary General 佛生的 Secretary General， 谁不是还没有委任，就是说有3位曾经是 Secretary General， 1位不是。好哦，我已经迷路了，我没办法作答了。迷路，我不知道跳到哪边去有了。流于世界，有流于世界的，哎呀，哎呀，好像没人答对耶，啊，怎么会这样？好像没人答对耶。我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了，我进不啊，了。答案是 David Bird，David Bird 啊，就顺 David Bird，David Bird 还没委任，他现在是 acting Secretary General， 陷阱题 acting Secretary General， 他是 acting， 他好难，希望他会成为正式的 Secretary General， 就是说这个阿曼安达大卫，就是这个曾经是联合国大使的这个阿曼安达大卫，他2年前已经 resign 了呀，对，他去不同的领域任务，触发他的新的任务啦，所以他就退出了这个 Secretary General， 就现在还在公开的招聘这个 Secretary General， 如果你随时有兴趣成为世界总会的 Secretary General， 可以去自我推荐啊，去做这个担这个大任务啊。现在 David Bird 是一个 acting 而已，我们希望他会成为正式的啦。如果他们还没有找到，或者是觉得 David Bird 是可以这样子做这个单位，就是 Scott 就是前任 Luke Passionot 在前任的一个 Secretary General。OK， 第三届的亚太区大陆在哪个国家举办？第30届，第28届在台湾，第28届在台湾，第29届我忘记了哪里，第30届，等，有人答对吗？没有。因为哎呀，日本，没有人答对。日本第29，我忘记在哪里，你们查查看29在哪里？是那个前两届吗？
对对，第二十是哦，八届，那个第二十八二十八届是在，OK，第二十八届很重要的一届是在台湾，哦，第二十八届刚好这28号真的是很 lucky number，28华人的二发，刚好第二十我要，八届的哎，亚太我要区 关起来，你那个声音会进 Conference，去。亚太区的大陆营第二十八届在台湾，第二十八届的亚太区峰会也在台湾呢。你看28对台湾真的是太过幸运的一个幸运值，28 lucky number，好，有没有觉得很巧合？28再加28，这个29，我忘记在里面查一下29在哪里。三十第30届是在日本，它的年份是2013年在日本，然后它是一个世界大运的前奏曲，所以2015年的世界大运是在日本。有没有查到那个第29届在哪里？29届，好，第28届在台湾，第30届在日本，第29届在哪里？你有没有 Google 一下？第29届在哪里？斯里兰卡哦，找到喽！哈，谢谢你，谢谢你。第29届在斯里兰卡，对。然后第30届在日本嘛，第31届就洗牌了。之前的是每一年都一届，它可以跟自己的各国家的大陆营合并成的世界大的亚太区大陆营。在第31届开始，它就不可以跟自己的国家大陆营一起合并，所以它就会每4年一届，就独立的个体的办，就是第31届就是从第31届开始就是个体独立办，第31届在蒙古，第31届在蒙古，第32届是在孟加拉，然后第33届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亚太区大陆营，原本是在韩国举办，他们为了庆祝100周年的韩国童军成立的时举办的第33届，2025年今年第33届原本是要在韩国举办的，就是因为那个2023年的那个世界大陆事件，他们被取消了这个主办权，这个亚太区大陆营的第33届，然后他们也发出了亚太区的委员会也发出了邀请，看谁可以临危受命去主办这个第33届亚太区大陆营，而且菲律宾也站出来了，说他们会临危受命的去主办这个第33届的亚太区大陆营，就是在今年的12月举办的。原本的日期是在8月的，原定日期是8月，在韩国2025年，但他现在是就是因为他取消了他主办权嘛，所以他就会schedule 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在12月在菲律宾举办。有问题吗？在这方面的一些资料，有谁会去这个第33届的亚太区大陆营的？有谁会去吗？第33届亚太区大陆营在菲律宾，在西北区。从马尼拉过去这个大陆营的地点呢，差不多要6个小时的巴士车程。上次在韩国首尔下去这个世界大陆营的那个地点，那个什么北什么新北罗还是什么？那个是多久啊？4个小时还是5个小时的车程啊？
记得吗？摄影多久啊？那个课程不清5、6楚个小时。不过我觉得这个在菲律宾可以那个通知那个会议，让他可以去参加。会议。会议啊，对，Lucy，OK 离他吧？很近嘛，他就在马尼拉哈，啊、马尼拉的马尼拉的6小时啊，西北，西北，西北，对对对，North West，对，North West 的方向，OK，呀，靠海。OK，next，哎呀，可惜这个。OK，next one，掉了。有留意世界的 updates 都会知道谁是得主，谁不是得主。这个 Prestige Award Bronze Wolf Award，世界童军组织的唯一的一个奖励，这个领袖们 leaders 们的一个 award Bronze Wolf，哪一个不是 recipient，就是他没有得到这个，有人答对吗？有人对吗？有人对吗？哦，有哦，有啊，那是谁？有吗？有。回去。哪位？回去。有一位大众，摩马阿里，摩马阿里不是的，摩马阿里是那个拳手嘛，那个 boxer 那个。呀，Malcolm Tan 是从新加坡的，Alex Wong 是从香港，Peter Black 是从 Australia，这3位都是近5年的一个被奖励这个 Bronze Wolf 的童军领袖。OK，next，这个世界总会用Bronze Wolf 红狼嘛，英国就用呀，他不打鸟，Silver Wolf 哪一个国家的那个最高的那个award？有一位答对啊，英国。刚才我已经讲漏嘴了，英国。对的，英国就是用那个什么银狼来代表这个他的英国童军总会的最高的荣誉的一个勋章了呀。就好像台湾的应该是国花吧，颁给领袖的。有效提示有效，所以我们重新洗牌了哈。好了，来吧 ，next。成功洗牌，看一下。这个这是什么？这个是 Eurasia， 就是这个有一个我们上次有讲过嘛 ，Eurasia 这个 region，已经怎么讲，已经消失了。他们的隶属的 NSO 国家童军总会将会分散去加入亚太区和欧洲区。哪一个国家没有参加亚太区，而参加欧洲区？有人答对应该。没有OK， 总共有3、6加9，总共有9个9个国家在Eurasia 里面，9个国家，有3个国家，就是3个国家就参加了，就是被分配到去欧洲区啦，因为他们在中间嘛，他们夹在亚太区和欧洲区中间嘛，这是 Eurasia 嘛，Euro plus Asia 嘛，这一个很中间区的时候，他们有总共9个国家，3个国家去了。这个叫做3个国家去了欧洲，他们是Russia， 还有不止啊，还有 more than that， 就是有Ukraine、Moldova、Belarus、Georgia、Armenia and Azerbaijan， 这1、2、3、4、5、6位。
去了那个欧洲区，另外六个国家的3个参加了亚太区，就是 Kazakhstan、Russia 和 Tajikistan， 还有3个国家本身现在目前还没有同居总会，就这3个空的国家，这没有同居总会的国家，就编制在我们亚太区。将来这3个国家成立的同居团，他们就会附属于我们这个亚太区里面。所以总共是12个国家，6个去欧洲区，6个去怎么讲亚太区，6个里面就有3个现在有同居团，3个还没有同居团，就这3个就是我们的 potential 的成为我们同居的国家之一了，3个呀。那3个呢，就是Kyrgyzstan、Turkmenistan 和 Uzbekistan 这3个，但现在还没有同居，对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留意的这个世界总会和亚太区的一些变动。OK，next。哎，奇怪，怎么了？音乐不见了？不是有音乐的吗？刚才，不知道音乐怎么会不见了。Okay, who's the new chief scout from United Kingdom？ 因为那个 Backgrill 四流他已经退下来了，所以谁会接任？已经接任了，其实。有人答对没有？我的又跳出来了。哦，没有哎呀 ，OK，Backgrill 就刚才我讲的，他已经是退下来了，他是4流他退下来了，他已经退下来，不再当那个 Chief Scout UK 的 Chief Scout 了，所以这个是新任的人接手。刚巧他也是跟 Backgrill 一样，也是一个很 adventure 的一个英国人。他也是媒体界，或者他也是一个 TV， 就是他也做一些adventure show 啊，跟 Backgrill 是同一类的那种喜欢去玩那种极端的那种游戏啊，那种 survivor 啊之类的。他名叫 Owen Field，Owen Field 其实是个英国黑人，说他是第一个黑人成为UK 的 Chief Scout。OK， 记住他啦 ，David Field。OK。下一次在世界大露营他会出现，所以有机会去找他拍这个照吧，做个留念。OK， 你可以上网查一下他的图片，找他的照片，看看他是长得怎么样。OK，next， Kerajaan Permukaan 是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同居会，他们的 Highest Award for 他们的青少年的 Highest Award， 它每一个 section 的年龄层都是一样的名称的，叫什么名称？就比如说，台湾来讲，国花级是最高级的嘛，它每一个年龄层的都叫国花，他们很特别的，每一个年龄层都叫国花，他们有分类。有一个答对了，对，答案就是 Pramuka Garuda 就是一个一哥的意思，就是 Eagle Scout 的意思，只是他的每一个，就是他的幼童军最高的幼童军的那个幼考的章也叫 Pramuka Garuda， 童军的也叫 Pramuka Garuda， 高级童军的 Rover 的也叫 Pramuka Garuda， 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它都是同一个名称，只是它的那个一哥的那个章，它的
背景的颜色不一样，有黄色的，有红色的，有青色的，有灰色的，就代表它的不同的年龄层的那个 section， 小童军、幼童军、童军、rover、高级童军这样子。全部的名称都一样，叫做 Pramuka Garuda。Pramuka 就是童军的意思 ，Garuda 就是 Eagle 的意思，就是 Eagle Scout 的意思。OK， 有问题吗？在这边？自己有问题吗？你那边？没有，请继续，谢谢。OK， 可以来。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现在我们的亚太区的成员国有多少位？有多少个国家成为我们的童军成员国？经过那个洗牌了之后，有多少加多少等于多少？上几次我们都有讲过的，有多少加多少等于多少。2位答对。OK， 33。因为我们在 EuroAsia 就是那个关闭了之后，我们之前的是有30位成员，加上 potential 3位有童军团，就是30加3，还有3个还没有童军团，我们不算在内，所以真正的总数是33。有2位答对。就是怎么看呢？应该是怎么看？谁答对？看不出。OK，next， 第10题，最后一题，来，最后一题，加油加油！我们的这个亚太区基金会现任主席是谁？亚太区基金会现任主席是谁？去年亚太区童军基金会在台湾举办的筹款晚会。一位答对，阿曼 Rusty 对，阿曼 Rusty 就是我们现任主席，他也是前任的亚太区委员会主席。OK。刚才的是，我们先看谁的，看，怎么看那个，end lesson end， 来。这是 FW，FW 2位啊。是重复再登录吗？重新再登录一次的时候，是谁？他好像会打星号。他2个都打，还是？所以那是我们的那个谢菜玉伙伴吗？应该是。应该是对。挺厉害的哈。好。厉害，真的太厉害了。好的，这个蛮不错吧？这个 quiz 这个，他也给你这个的一些的 statistics。他也有那个私隐的那个还有名字看不到的，看到吗？盖掉了。对啊，都盖掉了。对，就是要。只是 showcase 一个 summary 吧，说有保护私人的隐秘。私人的是吗 ？OK。不错啦，这样子不错。呀。OK。胜是他的平均是吗？对，88先。哎呀。没事，这个只是一个模式，就是说通过游戏而学习嘛。所以我希望这10题大家都可以印在心上。
然后可以分享给其他的伙伴你所学到的这个新的知识啦。这个就是知识传播不一定是要通过普通的教学方法，也可以通过游戏。都不知道的游戏，就是大家去猜啦，大家看，然后你猜对你就很高兴，猜错也是不用伤心嘛，因为你也不会嘛。所以就是过后这10年之后，你就会有一个新的知识镶入你的脑海里面，比较深刻。我觉得游戏的认识的 information 会比较强啦。要我们伙伴说台湾有别的，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是另外一个 APP 玩法是吗？有什么另类的游戏的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可以将那个问题输入进去那边，我们可以用那个来试玩也行。然后OK，然后它的题库好像是你是免费的，它的题库你只能够有10题还是15题啊？你不可以超过多少题库了？这个 quiz 的题库你可以上升到20题、30题，应该都没问题，OK，还是免费的哦。题数的限制就对了。有，那卡会有那个题数的限制，就是你是免费的话，你一组来讲，你去不是题数也是参赛者的，也有一个限制，不是10位还是15位，题库有限制，还有那个参赛者也有限制，最重是最就是不方便就是那个参赛者了，参赛者有限制，对这个参赛者应该没有什么限制。我们可以试看这个的参赛者可以去到多少位？我在卡后的是 free 的是不超过5位还是10位这样子，对。对，在台湾卡户在疫情期间是的确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然后是 OK 啦，只是如果你付钱的话，它的复方线是蛮不错的呀，它的复方线蛮不错的。其他卡户和这个有什么差的分别吗？应该没有哦。所以我们刚才 Rock 是哪一位呢？哪一个？刚 Rock 是那个 Rock 是我。OK， 好，雅婷哦，好，这边要登记一下。好，那我们就恭喜今天的 Rock 跟刚刚是什么 FW 是吗？是那个谢菜玉伙伴。对，谢菜玉，对。好啊，那就是那个在下一场的时候，我们要邀请这2位要持续的来挑战哈，看谁会是冠军哈。OK。呀，下一场那个怎么讲呢？范围也是一样啦，就是限制在是亚太的区域的部分嘛，对不对？世界总会的一些周边的，加上亚太区是 focus 啊，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亚太区吧，我们的范围要这么的广泛是吗？我们就是Word 是很少，Word 比较很少，Word 的题库我们放进去的会3、4、3、2题这样子啦，大多数7、8题的都是集中在亚太区嘛，亚太区是我们的 base， 我们要对亚太区多的了解，多了解，就是身为亚太区的一份子嘛，所以我们对于亚太区会要多了解，就是它的题库。我再给一些例子的题库，就是说，比如讲说，因为我们的 APR 的领袖会议会降到0嘛，所以我们会问问题，也是会环绕着那个亚太区会议的一些周边的一些知识的，比如讲说，多少位委员会退下来，多少委员会在竞选，还是说，总共的委员会里面有多少位是票选委员？多少位会退下来？就是每一届换届的时候会多少位退下来？因为我们的换届不是一下子总数的换届一次换的话，他们是以半数嘛，半数上半数下，就是我们每一总共的票选是，比如说是 X 人员，
他是一部分的人，也就一半的人也会退下来。这还我问问题，可能问到底这个退下的人就竞选的委员，他一上任会连续会在就是他的任期是推多少？是3年呢，还是6年？3年还是6年？这些类似的一些机构，上几次的我们的这个亚太区的一些PowerPoint，我们有讲过这个亚太区里面的委员会的一些竞选的机制吧，也有讲过，所以这些类似的题目都会出来。好，那Edward，就是这一些题目，我觉得也都没有问题。不过能不能追加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些委员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他们对于童军运动的，就是贡献的部分会是在哪一个部分？这一些是不是也能够把它纳进来？就是让我们比较有感的，就是说哦，好，那这一些他们的重要性。OK，因为也行，就是说，因为是我们的这个亚太区的那个委员会，我们有分作几个工作岗位嘛，工作坊啦，是我们比如讲我们有分作6个工作坊，比如讲工作坊是看，比如讲这个是负责这个叫做finance 的，或者这个负责这个 SDG 的这个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的。或者是说他们会专注在那一方面，所以我们可以给他们猜猜看，到底这个委员他是领导哪一个工作坊之类的，可以吗？因为他是也是贡献在这一方面嘛，他是负责这一块，所以贡献也会在这一方面，是不是这样子？这样，对吗？类似这样子的。好，那先看看好了，因为其实这个说实在的是对我们知识啦，是一个比较遥远的部分啦。那就是那怎样，就是让我们是更能够有感的去知道说，好，那他们跟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童军运动的一个运作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相对大的影响的层面是什么？那对，就是他们负责这个工作坊，就是这工作坊就会影响到每一个NSO 的一些进展啦，在这一块里面，就好像有个人是他负责的这个 Safe from Harm， 就是他们推动这个 Safe from Harm 的一些类似很多一些 policy 啊，很多一些之类这些东西，工作坊这些都是说，就是他是负责这一块，就是说他的公司也会集中在这个 Safe from Harm， 所以就是说我会放4个委员的名字在那边，就给你们猜谁是负责 Safe from Harm 的推动这一块，类似这样子的。对不对？行吗？是这样子吗？大概是这样子吧，哈哈，我也不清楚，我们大家试试看。好，就试试看吧。试试看。有没有特别就是针对这个部分有想要给些什么样的建议？你比较想要去了解？就是亚太区的哪一方面、哪一块一些特别的地方，我要去研究一下。对。暂时没有什么那个特别的讯息的部分的话，我们今天时间其实也是差不多了哈，就等着，然后就开场，没两下，我们时间快来到10点。那个实题刚好的啦，实题每一题讲解一下，讲解一下周边的一些related的一些知识推广一下，这样子都呀。那你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我们做个小小的一个assignment 啊，你们回去慢慢研究一下，去找一下。比如讲说，刚才我们所讲的嘛，我们童军分为用年龄来分成嘛，有小童军、幼童军、童军，什么还有什么，罗浮童军还是什么新义童军之类的，我们有这个分类嘛，在台湾的分类的层次。大家给一个 exercise， 大家去 Google 一下，印度尼西亚他们的 H 分类是怎么分的？他们有多少个童军的级别？如果你们看下一场的时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所找到的一些资料。学习游戏。我可以给一个最低层的，就是
他这个是他现在他这个是刚刚新加的一个童军的 level， 4岁到7岁，他们叫做 Pramuka Prasyaga，Pramuka Prasyaga， 对，这是最年轻的，4岁到7岁，他们叫 Pramuka Prasyaga， 对，这个是2010年刚刚成立的最小的支部，年龄就是4岁到7岁。印度尼西亚童军，然后就是8岁，台湾的治龄阶段啊，对，那就是到现在到7岁到10岁，他们叫什么？然后11岁到15岁，他们叫什么？16岁到20岁，他们叫什么？21岁到25岁，他们叫什么？对，然后就是26岁以上。这个有没有机会就是去介绍？比如说像台湾来讲的话，就是治龄，那因为我们是以那个就是比如说好丛林奇谭的那个故事去当主轴来讲的话，我们就会有什么？对，小狼嘛，然后宝宝嘛，就是这一些嘛。那他们又是用什么样的动物的这个部分对，去发展？可以，我可以找科技的人来帮我们讲解一下这一段。对，这样只是做一个就是一个小小的游戏啦，这里面去 Google 一下，看你们可以找到他们的分类。就是说，就是将来幼龄童军、小童军、幼童军之类的，他们的名称啊，再做一个分布。就是最小的，我就给了你们哦。它的最小的就是它叫 Pramuka Prasyaga， 它是14岁到7岁的年龄层，过后就是7到10，就是他们的 Cub Scout 啦，叫什么名称？然后11岁到15岁 Scout 叫什么名称？然后他们很奇怪的，他们的年龄层很奇怪，他们16岁到20岁，他们叫 Rover Scout。14到多少？16岁到20岁，他叫 Rover Scout。到20名，还有一个名称啊，不过他的应该是翻译有出错啦，可能为什么翻译到 Rover Scout 很奇怪，要我还查证一下。没有，因为有个乱数，就是他的21岁到25岁，他竟然叫做 Venture Scout。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对调了，我要去检查一下。对，这个人的发布这个，所以我就将这一段发给我的印度尼西亚的朋友，帮我检查一下。不，当然你们也是当这个小游戏啊，去 Google 一下它的那个年龄层的分布了，那个名称，在他们的本身的名称的，它叫 Pramuka something， 就好像我们讲的4岁到7岁叫 Pramuka Prasyaga， 他的自己的 Pramuka something， 对，所以去Happy Hunting， 然后就下一场，这样我就会大致上讲解一下这个它的分类，然后有机会过了这个 quiz 之后，我们就商讨一下，讲解比较深入的了解一下印度尼西亚的他们的童军的分布的一些 program 啊，还有他们的一些之类的东西，在每个支部的里面的一些 knowledge 的一些 coverage 这样子。等一下，我想要问一下，我们下一场就是那个亚太的露营师是在菲律宾嘛，对不对？亚太的大露营是在菲律宾。好，对。那为什么不是要去介绍菲律宾，而是要去探讨那个印度尼西亚呢？也行，菲律宾也可以。对，我想说，如果要趋近于14，可能是往这个方向优先，会不会好一点？好的，这样子同样的问题，菲律宾也有它的分类的它的童军的名称啊，小童军、幼童军的，你们也是要去找这个的对称的名称啊，它的对称的名称加上对称的年龄层的分布。OK， 一样的游戏。既然你是提出的这个，所以我们就针对于菲律宾这一块来发展，因为你所讲的菲律宾是今年的主办国嘛，就是他已经是take over 这个 Korea 的这个主办这个亚太区大露营嘛，第33届，对，对，我们就从这方面来增加我们对于菲律宾的一些知识啦，就是他们的就是有机会我们就是可以，你的 quiz 可以
你的 quit 你心里的 quit 可以说第一场、第二场，然后中间再断掉它，第三场可以退久一点，然后中间参差我们讲一下菲律宾的童军的一些。它的童军的有多少个州属，多少个区部，多少它的分布图是怎么样子也行，我们可以抓一小小的时间，就是谈一下菲律宾的那个介绍他们童军的一些 structure 啦，也可以。好，那我们今天谢谢 Ed， 我们大家先来那个 Ed， 我那个你帮我把你的那个分享的部分先关掉，我们大家先来合影一下，好不好？好，等等，我怎么要去关在哪里 ？OK， 找到了。好，不先的。OK， 好，各位，你们那个方便就是把镜头打开吗？好，都可以了吗？各位，这波团长今天也要开镜头吗？我们那个，好，那我这边看一下哈。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